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兵不血刃，但是从人伦天理上来说，这叫最可耻、最肮脏的现代战争。这是现代社会啊，林彪丧尽天良，在这一仗里边损尽阴德，所以他才有这样众叛亲离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摔死在温都尔汗，他的独生子也跟他一起死，他的亲女儿林豆豆就是那个出卖他的人。今天给大家讲讲长春围城战啊，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1945年啊，日本投降以后，开始是共军占领，后来是国军占领，然后再又被共军占领。在这个过程中，长春那儿打了大仗，死了很多人。那国共双方呢，都有很多史学者、记者写过这个东西。今天呢，我要从我的观点、我的视角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在习近平的治下呢，中国的年轻人啊都是战狼，动不动呢就觉得今天治中国已经不是历史上治中国，如今治人类已经不是历史上的人类，已经是他妈的是神了。动不动就今天跟这个打仗，明天给那个灭国，非常的好战，就不知道这个战争啊意味着什么。我就跟你们讲讲长春的这场大仗真实的一幕。长春围城战是离现在很近的一场战争，70年。你们想想70年远吗？好多人还活着呢，70岁的人都赶上了。长春围城战有多么突破人类的下限？在1945年那个时代，长春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今天中国的深圳或者杭州，次一线城市，超二线城市。当年满洲国是独立的，它是首都，牛逼的不得了。那城市建设远远超过后来的什么郑州啊、成都啊、重庆，跟人家那个时候的长春都不能比的，差他妈远了那个经济。长春这样的所谓的国际大都市，当年的能发生这事儿，你今天在那喊啊，我打这个，我干那个，我损失中国半壁江山，我操，东边的哪个城市，你看看你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这段历史国共两党都不愿意说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国民党愿意说的，共产党不说；共产党愿意说的，国民党不说啊，因为他们双方是敌人。但是长春围城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提，双方就是一笔带过。他两个都想抹去这段历史，因为在这段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孪生兄弟是一对王八蛋，那真是半斤6两，不是半斤8两啊！因为国民党比共产党少2两，共产党是半斤，国民党是6两。为啥呢？因为攻方就是发起方是共产党，围城战是共产党主动打起来的，国民党是被动应战的。为什么说他们两个都是王八蛋呢？因为国民党守军在开始的阶段，5·1前后开战，一直到10月份打了半年，国民党是在利用长春老百姓。开始的阶段，共产党并没有利用老百姓，所以叫一个半斤，一个6两。国民党是想干嘛？想拿老百姓的60万人的命当赌注的。当人肉盾牌，萨达姆、加沙那些恐怖分子，以色列打过来之后，他们把他们地道修在医院底下，修在居民区里，一个思路。当年长春守军郑洞国是拿60万长春老百姓，第一反应是不让他们走，让他们做人肉盾牌。紧接着共产党围上以后，一看不好打，硬骨头，所以共产党就将计就计。林彪下令不让一个老百姓出长春城，一颗粮食不能进城，一个人不能出城，要困死长春。里边有10万国民党守军，60万老百姓。那你用屁股想，你也知道，困这70万人，先饿死谁呀？能先饿死士兵吗？国民党手里有枪啊，他会抢啊。老百姓一盘散沙60万，那是他妈的什么两脚羊？先饿死的一定是老百姓，共产党、国民党能不懂这个道理吗？结果也正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半年下来，长春老百姓饿殍遍地。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段真实历史，不要以为共产党干了这个事儿，国民党就没有责任。第一时间就是郑洞国干的坏事儿，不让那60万出城，开始不是林彪说的，是郑洞国说的，60万人都不让他出去。留在这儿挺好，我也不相信共产党敢
大炮轰我们，拿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死的全是老百姓。10万国军打死的有，饿死的一个没有，甚至10万国军的家属没有一个饿死。白胖的投降的时候，真正饿死的都是长春老百姓。到底饿死多少人啊？好多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肯定想，那老王到底他妈死多少人啊？60万老百姓不知道啊，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没人知道。共产党这边当然是会最小化这个数，共产党官方5万8千人60万人里边饿死5万8，就是1/10。国民党呢也有个数，说多少12万人。台湾有个作家很有名叫龙应台，写过一本书叫《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用的数据是30万，2个人就饿死了一个。大陆有个记者叫杜斌，他写了一本书叫《长春饿殍战》。大陆记者，共产党的人写的37万到46万。还有一位解放军的军旅作家，也是记者出身，这个人叫张正龙，他写这本书最有名的叫《血红血白》。血红血白的数字是多少呢？15万，就是4个人饿死一个。讲到这儿，我觉得数字已经不重要了。总而言之，就是60万人里边，无论是2个人饿死一个，还是3个人饿死2个，还是4个人饿死一个，这都够瘆人的。因为大家经历过新冠封城，那上海封城、北京封城，你们想想，饿死人2个饿一个，4个饿一个的话，那是什么人间地狱？上海关你们3个月，你们都觉得是人间地狱了。这是和平年代，你看看战争年代，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最高的记录3个人饿死2个，半年。数字是非常苍白的，但是历史是不断重演的。我曾经讲过，红军在他长征过程中他也抢，但是大家知道吧，红军抢归抢，我从来没说过红军吃人肉。红军不吃人，只是绑票、撕票或者敲竹杠。但是呢，黄巢就吃过人肉，张献忠也吃过人肉。中国历史上两军交战或者说天下混战的时候，把人烧着吃了，那是一个经常的事儿，那叫干粮。元末明初，那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混战的时候，那吃人肉也是家常便饭。到了1948年，我们都觉得人类都已经用飞机了，都已经用大炮了，都有火车了，都有电报了，这是现代社会了，离今天只有77年了。中国长春人吃人，饿死之前大量的吃人。1960年中国天下大饥荒的时候也有吃人的，但是是偷着吃。长春这次吃到了什么程度了？不是我编的吃到了已经有市场了。那人肉已经成为市场了。只要你们读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在战乱时代、饥荒时代，人肉作为菜市场的供应肉食品，这是一种常见现象。天下乱世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提起。直到1948年，长春市农贸市场是卖人肉，而且不是偷着卖，是有个稳定供应链。我给你们念一段报纸，是共产党的报纸叫《东北日报》，1948年9月21号，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东北日报》的文章，这样写的：八里铺便处在我军阵地的前沿，火力控制了村庄的大部分，而在村庄的另一端，既布满着敌人的地堡工事。我走进了这间人间地狱，那里每斤人肉卖价250万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种。许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那这里边大概250万元是怎么回事，老王？那这个不是大洋吧？也不是法币吧？是怎么回事呢？解放军封城了以后，长春实行军管，郑洞国干的这事儿，停止和作废长春市面上的一切货币。郑洞国兵团自己印钱叫军票，最低货币是100万。后来呢，还有500万的、1000万的、3000万的自己印的军票。可以想象，这金融体系完全崩溃了。所有人买卖东西都必须用郑洞国兵团司令印的这个军票。谁他妈要是敢用法币，敢用满洲国钱，敢用日本人钱，或者敢用大清民国的
银洋，郑洞国就枪毙你。所以1斤人肉250万就是这样的，是所有食品里最便宜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21号的报纸记者写的。八里铺市场卖人肉的卖价，你能想象吗？在今天，你随便在长春街上拦住一个85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经历过这时代，因为才过去了77年。10岁8岁的孩子都有记忆，慈祥和蔼可亲的长春老头老太太当年很可能吃过人肉，不是他没人性，没有人一开始第一天就能吃人肉的，没有人说第一天我就想尝尝人肉，那是变态杀人，我没有人是这样的。你饿上半年，你再看看什么主义，什么理想，抵不上饥饿带来的眼红。我记得24史上记载过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的类似长春围城战的状态。当时有一个将军，他大破安禄山，就是因为他死守不降，安禄山围他好久，最后就是吃人。他把自己的侍妾做成肉干分给将士们吃了。他还是唐将忠臣啊，忠臣也带头吃啊，最后就把自己小老婆都给吃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没有人性，是什么情况？是文明倒退。国民党、共产党这些他妈的亲兄弟，让中国文明倒退回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时代。今天共产党、国民党都不要脸的两个中国政府，动不动就要提什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30万南京同胞死于日军屠杀。如果人的命是值钱的，人的命是对等的，未必死了30万南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枪口下，但是一定是他妈死了差不多30万的长春人在你国共两党的枪口下。你在南京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你有没有必要在长春设立一个孤魂野鬼的饿殍纪念馆？我们是不是应该祭奠30万长春同胞？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一个人哪一方你们敢去祭祀？甚至今天我敢保证，就算长春年轻人、长春的观众都不知道77年以前在你们这个地界上饿死过这么多人。人肉成为所有食物里最便宜的，比面和米都便宜，而且没有饥荒，没有瘟疫，就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家夹着不让老百姓吃饭，要饿死你这么多人祸。长春围城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咱们所有小学课本都说过，解放战争是3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1948年开打，1949年打完，1年多一点时间打了3场大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败退台湾，共产党得了天下，这就叫解放战争。国民党不叫这3个名，但也承认是3大战役，叫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辽西会战就是大陆用的这个所谓的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就是长春围城战，它是3大战役中第1场开打的战役，主将就是林彪。国民党那边的主将一大堆，杜聿明啊、郑洞国啊，分布在3个城市。这个仗的硬仗打了3场，3场决胜负。辽沈战役3场，第1场战役就是长春围城战，最先打响，最后打完。第2场硬仗叫锦州攻城战，打锦州。锦州就是速战速决，24个小时、48个小时打掉。锦州攻城战，还有一场硬仗就叫锦西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国民党倾全国之兵，一定要救援东北，他要出山海关，山东海上来的军队从葫芦岛登陆，那么华北的军队要从山海关出关，必过的这个地方就是葫芦岛、塔山、锦西。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就是四野，聚集最能打的部队，挡在这儿，不让国民党前进一步。因为国民党只要有一个团突破，就能解锦州之围。锦州一输，对于林彪又是关门打狗。这3场战役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先打的长春围城战，但是它是最后一个结束的，因为它围的时间很长，基本上没有打。锦州攻城战和葫芦岛的这个塔山阻击战，这是2场硬仗啊，可以说是国军和共军精锐对碰的2场大战。惊天地泣鬼神，今天我们不讲这2场，说的就是最早开打最后打完的这个长春围城战。
大家都知道四野一把手林彪，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向是集体领导，所以林彪是司令员，政委是谁呢？政委叫罗荣桓，他俩都是元帅。后来参谋长叫刘亚楼，他后来是上将。他动用的军队就是四野的军队，是一兵团、二兵团开始。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萧华；二兵团司令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林彪的核心70万人，越打越多，打到最后又增加了2个兵团，四野总共100万人，5国之兵。说老王怎么还指环王来了？5军之战，林彪的四野是5国军队。哪5国军队？中国军队不用说了啊，那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带来的。第2个国的军队是什么军队？关东军。听我讲过林彪怎么忽然能打了那一期，就是林彪弄过来了10万关东军，因为苏联红军一下子俘虏了将近60万关东军，给弄到西伯利亚挖土豆去了。中国内战开始打了，苏联就把这些关东军的官兵呢就叫过来，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不你们都在这儿冻死，要么1个换5个。只要有1个人愿意去中国参加内战，加入共产党林彪的军队，剩下的4、5个人就可以遣返回日本。大家知道日本军人有同袍之责，所以呢里边的骨干和领导这些人就是往前走了一步。这10万就是关东军的军官过来的，就是日本国军人。第3国的军人是朝鲜军人，后来也知道就是去帮着金日成打仗，那些人是整装整营整师的朝鲜军。4国是哪呢？满洲国。满洲国的军队叫安国军，当然他都是傀儡军队了，日本人武装的，战斗力并不弱的。结果呢苏联给咔一战，国军来接收的时候，郑洞国蒋介石不要安国军，说鸡巴你们他妈也算是中国人吗？你们当他妈汉奸了，不要你们，这些都是职业军人啊，你不要，林彪要呀，他们需要人呐，是吧？10多万安国军集体加入四野。第5国是哪儿来的？蒙古骑兵队。蒙古曾经在2战的后期投了日啊，有些蒙古骑兵队是跟着日本人混的，跟安国军一样。苏联红军打过来之后，国民党一接收不要他们。蒙古军人也是职业军人，那你不要我得找新东家。哎呀，林彪要，所以还有一部分是蒙古军，就是5军之战。开始那50、60万是林彪自己的部队啊，发展的壮大的，后来增加这40万人啊，林彪是人多势众。在打长春之前，中国共产党占的地方都是偏远的法外之地，比如说井冈山那地方嘛，过去都是闹土匪的地方。鄂豫皖是正经地方吧？3省交界呀。晋察冀，什么晋冀鲁豫，为什么共产党的根据地都叫4个省的3个省的这个名呢？不是说他占了3个省，他是在这个3省交界处，3不管地带、4不管地带，那过去交通又不发达，它等于是落草为寇，包括延安都是这样的，占一小块一小块的，就等于是钻缝子。到了东北，林彪有了这100万人，第一次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省建制的占领中国领土。之前都是鄂豫皖嘛，就是在3省交界的一小块。1945年，林彪占了东北9个省，那个时候东北是9省，9省2市，2个直辖市9个省。满洲国老不就是黑吉辽吗？黑龙江、吉林、辽宁哪来9个省啊？我操，那么大吗？满洲国时代，大清结束之后，共产党得天下之前，东3省是9省，辽宁省、吉林省、安东省、辽北省、松江省、黑龙江省、合江省、嫩江省、兴安省，9个省，2个直辖市，沈阳市、哈尔滨市。所以满洲国时代1945年之前9省2直辖市。结果呢，满洲国一灭，日本人一投降，中华民国国民党收复了全中国之后，还是保持这个状态。到了1954年，共产党把它合并成了今天的黑吉辽3个省。苏联红军手把手的把东西都交给共产党了，按照2战协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苏联红军占了这个东北以后，他是要交给老蒋的。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是苏联红军跟老毛的共产党他是一家人呢。在撤出东北的时候，除了拿走了东北好多好东西之外，苏联红军耍了个贼，他只把几个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整个乡村广袤的土地全都交给了共产党。
包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衣服，全都给了共产党。林彪的四野一下子发了财，共产党这叫发洋财啊，发了他妈的日本人和苏联人的洋财。以前共产党啊都是穷啊，哪有好东西啊？林彪才成了战神，五国之军都归你了。当然林彪也很能打，那也不是个白鼠。那么林彪和郑洞国怎么打起来的呢？弄成饿殍战了呢？起因1946年的东北老百姓没见过共产党。他说：“老王不对呀，赵尚志什么你讲那陈雷啊、金日成啊，不都是在白山黑水间战斗吧？多新鲜啊！那是他妈在日本人攻占东三省之前，共产党在那儿有势力，而且都是在山里。日本人占了满洲之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服了溥仪之后，满洲安国军一弄，东三省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死的死，杀的杀，抓的抓。”剩下的成建制的都跑到苏联，就我那小兄弟他爷爷在苏联远东88旅，当时东三省叫满洲，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叫满洲。满洲当时的共产党部队，蒙古人的、朝鲜人的还是中国人的，都退到了黑龙江以北，进入苏联境内，组成了远东88旅，包括朝鲜国父金日成，那也是远东88旅的一个营长。这个东三省之内就没有共产党，老百姓在那儿啊，正儿八经的享受了10几年 GDP 飞速发展。我曾经讲过，你今天去长春伪满洲国博物馆，定眼一瞧，你看那 GDP， 那火车，那交通，我操，那个时候的建筑很厉害 ，GDP 已经超过日本本土。1944年、1945年，就是二战后期。东三省的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的 GDP， 那老百姓能过苦日子吗？没见过什么共产党，一来老百姓啊有点不习惯。共产党肯定那一套啊，红军把地方交给了共产党以后，跟内地一样，分田分地，杀地主，批斗土改嘛。东北土改3个月，林彪亲自带着土改，发现这个东北老百姓不恨地主，不恨地主啊。哎呀操！这帮孙子怎么不恨地主啊？说东家给我们挺好啊，我们丰衣足食。说地主不干活不种地，吃白米，吃白面馒头，吃猪肉，你们吃高粱米，就是他剥削你们呀！弄死他呀！推翻他，你才能过好日子。东北的农民说：“我这杀他呀，不至于啊！我操，抢他家不至于啊，那怎么能杀人呢？地主是吃白面不假。”有肉吃不假，我吃高粱米不假，但是他对我也不错呀，他不欠我东西啊，不动手。东北的农民不对地主动手，那没办法了，怎么办呢？就又用所谓苏联人传给共产党那个办法，就是什么？你不动手，哪个村都有阿 Q 那样的地痞流氓，找这个道德最低下的这些地痞流氓先动手。地痞流氓不是好人呢，他本来就是土匪啊。共产党就团结这些人，第一批东北本土的干部全是流氓，咱们开批斗会，你们带头喊，你就说地主怎么强奸你女儿，勾引你老婆，剥削你，你喊一声，以后这个地方的大队书记就归你，而且地主家东西抢了，可你先来。总有这不要逼脸的带头，批斗大会就开始控诉，讲到激动之处就把地主杀了，一哄而上，就这么的土改。把地分了之后呀，那征兵啊，按照共产党在内地的一贯作风，就是一分土地，农民就愿意当兵啊，妻子送郎上战场。结果又遇到了问题，就是东北的农民分到了地主的地以后，也不想当解放军。他觉得你分我地也行，反正地主也不是我杀的，是你们杀的，那我就当个富农呗，白山黑水啊，我也过个小康啊，我当什么兵啊？完了，不当兵，地给农民分了。农民只想种地当农民过日子，他不好战，不是战狼。也就是说，在1945年日满时代教育了10多年的东三省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不打内战，他不想。共产党怎么干呢？你们知道吗？老东北人都知道这事儿，烧火炕。村里积极分子那个地痞流氓带头杀了老地主的，现在当了村长村支书的，就把所有的青壮年适龄男子叫到一个房间里边烧炕，大家坐在炕上开会
啊，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我们要保家卫国呀，推翻蒋介石啊，保住我们的这个革命成果之类的啊，不都在炕上盘腿坐着吗？谁挺腰动屁股，哎，他同意了，真的是这样。东三省满洲国都这样，我奶奶都记得这事儿，谁一欠屁股同意了，哎呦，当时大红花就戴上了，我操，剩下的人因为他被抓走了，抓兵了。那个炕啊，都他妈快烧成瓷的了。说句不好听的，通红通红的那个炕烧的。大家知道东北那个火炕啊，你的屁股实际上是就在 grill 啊，就在熟。我操，你这一动，你同意了，这大家所有的年轻人都在那忍，我操，我要扛住我，总有忍不住的，屁股快熟了，一动，哎，他同意了，抓够了人名，哎呀，大家下来，回家，明天啊，敲锣打鼓，正式送郎上战场。共产党林彪是这样在中国东北扩军的，你说他是自愿，他说自愿的呀，都是他自己站起来的。你不烧炕，他肯定不站呀，这就没办法，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些生动的情节，老百姓中还都在传承，因为这个还没死光嘛，在军人中也传承。你像我爸他们都知道这事，都知道啊。当时扩军的时候，这边叫敌占区，不是所谓的老区。共产党有个说法叫老区和敌占区。国统区，敌占区就是日本人占的，国统区就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人民和日占区人民他就不买共产党的账，因为老百姓也不是傻逼，我过挺好的，你来跟我有啥关系啊？那你来还让我跟你打仗去，我不去。那你不去是吧？你不去就烧炕了，看谁能耗得过谁呀？操，耗不过了，哎，去吧，去了没办法了，血裹进去了啊，就这么来的啊。还有没杀了的地主啊，富农啊，主要地主杀了，那老百姓他不动手，也不可能个个都杀。老区的那个地主婆孩子开膛破肚跟干死挂电线杆，东北老百姓下不去狠手，怎么办呢？林彪有一计。就是打仗之前，他让地主的这个家人赤手空拳，在阵前先走。你们没听错啊，这是中国共产党林彪四爷干的事儿。如果将来有电影从业者重拍这个历史，就是长春这个血泪史，拍一个长春围城战，第一幕就是一排一排的老百姓赤手空拳走在阵前，后边是解放军拿着机关枪顶着，督战队敢跑的当场从后边打死。这些老百姓是什么人？地主的孩子，地主的老婆。因为东北老百姓不杀他们，就让他们走在第一排。一定有小粉红说我胡说，说老王你就是造谣，你不怕舌头烂了吗？我告诉你啊，不是我造谣，是你无知。1946年4月16号，记住我说这个时间点，我说5·1开打，记得吧？1946年4月16号。大公报记者王云生发表一篇文章，叫《可耻的长春之战》。在这篇文章记载，长春之战，他说的不是这一场长春围城战，他说的是之前国共双方在长春交战，说苏联红军撤走以后，国共抢长春，所谓的军事冲突已经到了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边督战。徒手的老百姓成堆成群的倒下之后，消耗掉对方的火力，才正式交火。王云生说的不是国民党，说的是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点名。大家知道大公报是共产党的报纸，是左派的报纸，也看不下去了，说是伤天害理，就像今天缅甸割腰子一样。不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包括小粉红，你只要知道了，你就看不下去了。除非你不知道，你说哎都是编的，那这扯鸡巴蛋，反华势力造的谣。如果你真的看到陈志他们在西港干的事儿，或者在柬埔寨干的事儿，你就不这么说了，4个字嘛，伤天害理。你就是我说丧尽天良，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的第一波，不是军人，是所谓的反革命人民群众。胡琏后来到台湾以后，他说过这段，这事儿不是在长春发生啊，各地都会发生的，山东也没少发生。他当时在山东，他说我当年在沂蒙山跟共军作战，亲眼看见过共军驱赶着老百姓，每人发2颗手榴弹，让老百姓带头冲锋。我们守军是正规军，我们就用机枪扫，老百姓一片一片的倒，最后我们看死的都是老百姓，就不忍打下去了。
这时候共军从后边冲上来，我们阵地就丢了。这就是共军的人海战术。但你说我们国军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也不可能让老百姓打先锋啊！这是胡琏的原话。张灵甫那个孟良崮也是这么打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过相关的记录。孟良崮整编74师最后被打下来，就是白花花的一片小少妇，露着上身的小少妇冲阵，国军战士没法打，你这个仗没法打。你开枪吗？你一开枪吗？死的不是共产党，死的是老百姓啊！最后就是手一软，那电光火石之间，敌人就上来了。不下狠手，你是打不下江山的。对，习主席说打江山嘛，打江山就是坐江山嘛，人民就是江山嘛。习主席说出实话来。火抗征了兵以后呢，那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就跟上了。对于地主的仇恨，对于蒋介石的仇恨啊，就把东北老百姓的脑袋烧糊涂了。共产党在仇恨教育方面是远远超过国民党的。所谓的宣传就是一个字恨。而我们从共产党阵营里出来的太清楚，共产党不是宣传爱，是宣传恨。中国的、美国的，无论哪个国家老百姓，只要他是个普通老百姓的 IQ 在平均分以下的，爱需要很多年，恨一场演讲就够了。这就叫战争动员。国民党就不行，都知识分子啊，他有底线，能胡说八道吗？共产党能啊，改一改历史，胡说八道了。恨，现在你看小孩是不是恨日本？天天电着用原子弹和平日本，有人恨呢。打仗一定要恨，不恨就不狠，不狠就下不了死手，就无法勇敢杀敌。共产党用这一招就教育我们中国愚蠢的农民，大字不识两箩筐啊！他要是想用仇恨教育洗脑傅斯年，洗脑胡适，那他做不到啊，人很聪明啊。见多识广，吃过见过玩过的，那他不上当啊。那中国农民当时都是不识字的啊，仇恨仇富，你穷不穷啊？你是不是吃不饱饭啊？其实他妈吃不饱饭跟打仗有关系啊！你打内仗了，我当然吃不饱饭，不对，地主剥削你了。蒋介石就是大地主，农民一想，是地主家能吃饱，我吃不饱。这些地主就小蒋介石啊，我们必须把他们杀光啊！土地一分，你就过上好日子了。地主那边也没办法，你这边一杀，那边一跑。在国民党一回来的时候，回来叫还乡团，还乡团一回来肯定要报复的，一报复，双方这个仇啊就结下了啊，就跟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好不了了是一样的啊，你一杀我，我一杀你，完了。结上死仇了。本来农民和地主是没什么仇恨的，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地主很可能是亲属。哎，这一家卡森过得好，慢慢的土地越积越多，变成地主了。那家卡森他妈吃喝嫖赌的，后来过了2代之后，他妈的或者说脑子有问题，不是很聪明的，他就变成了雇农。但是小农意识的那种温馨还是有的。共产党这么一忽悠，操，你把他杀了吧，你把他抢了呀！国民党再带着他妈的还乡团一回来，我操，给他们的这些穷鬼他们杀光，完了，死仇冤冤相报，你只能跟着共产党走到黑了。所以共产党这边的宣传仇恨教育一跟上，让老百姓手一沾血，国民党就没戏了。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是领工资的，领军饷的职业军队，他是没有仇恨教育的，当兵吃粮。你碰上共产党这样仇恨教育、有理想无道德的军队，就是恨啊，就是杀光你们，我们革命成功了，一切都有了的军队，那你是不是打不过了？通过不择手段的招兵买马和洗脑人民，迅速的打败了国民党。那包括五国之军的加入，在东三省拿下了这么个优势。讲到长春，说老王为什么不打哈尔滨？为什么不打沈阳，而先打长春呢？那是老毛定的，老毛决定打长春，因为长春是伪满洲国首都，是当时在东三省枢纽城市。拿下长春，进可以图中原、图沈阳，退可以背靠俄罗斯、苏联老大哥。老毛当时做的长远之计，没想打得这么顺，自己那么能打，而蒋介石那么不抗揍。老毛以为国共内战会打很久，打长春是稳扎稳打的棋。林彪、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决定占了东北之后，先立满洲国为王，共产党变成了满洲实际控制人，在满洲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又是他在井冈山割据的思路。
我慢慢的跟你国民党推。谁他妈知道老蒋这么不经打，我操，一看他妈3年就给打到海南岛去了。老毛、林彪互通电报，讨论之后决定攻打长春。1948年初3月，就是过完春节不久，天寒地冻，四野云集大军围住长春。当时的天比现在冷，5月开春了，冰天雪地开始溶解。大家知道，长春在苏联红军占领期间、日本占领期间修筑了很多防御工事。林彪从苏联红军手里边短暂的占领过长春，所以林彪派侦察员进入长春侦察之后，发现国军在长春是以逸待劳，兵精粮足，不好打。林彪是总指挥，前指是萧劲光，6纵司令黄永胜。黄永胜就是后来林彪手底下死党，12纵钟伟，钟伟就是那个李云龙的原型之一。林彪这边有10万人，围长春的一线部队，能打的部队。结果没想到守长春的一线部队就是国民党的第1兵团，也是10万人，司令叫郑洞国，10万对10万。咱说不对啊，老王，那不是100万吗？那是外围，漫步在东三省的，他在沈阳和锦州还有敌人呢，所以他都牵制过去的。针对长春的一线部队，林彪放的就是10万人，郑洞国也10万，双方武器装备水平没有代差。美国人给郑洞国的美式武器，林彪部队主装备的武器是苏联人给的，苏联人给的其实也是美元武器和一部分关东军武器，双方武器没有代差。5月开打，10万对10万。林彪在第1步作战计划中向中央军委派发电报，长春战役开打，计划付出4万人的伤亡，15天攻克长春，全歼敌10万人。这是林彪的决心。老毛同意干吧，结果不理想，打不过。为什么呢？因为郑洞国的国军也很能打，新七军、61军都很能打，1对1居然没有干过国军啊！林彪一想，我操妈，来硬的，看来打不过。发电报改战术，不许燃料、粮食进城，计划改用4个月的时间把长春困成死城。是否同意？中央军委。老毛发电报就把攻长春改为困长春。老毛中央军委回电，此计甚好，可办。所以这个主意啊，是他妈林彪出的。毛泽东同意。5月第1仗打败了之后，改为围困长春，令部队以营为单位，切断城里城外一切道路。第1仗打的时候，城里城外是有很多交通的，包括两军停火的时候还有小商小贩，因为有道路嘛。长春四通八达的大路小路，以营为单位，连为单位，截断一切道路，所有的营连围绕长春外围修筑工事，碉堡挨着修，碉堡和碉堡之间挖战壕，战壕之外放路柴，拉铁丝网，不许一个人过来，1粒粮食不许进去。这是林彪这方面的。国军没当回事儿，为啥呢？国军觉得挺好，挺好。第一，你也打不过我，我很厉害啊！我操，你不就10万人吗？你也未必能打得过我，我就在这扛着。而且呢，沈阳和华北都是我的地盘，援兵一到，我他妈要吃掉你，里应外合。郑洞国并没有着急，因为长春机场还在国军手里，就是满洲国修的那个机场，叫大参坊机场。这个机场一直到2006年还都是长春机场呢。他这个空运很方便，所以他也不着急。而且针锋相对，骂郑洞国的王八蛋这事儿开始了啊！就国军并不冤枉，郑洞国也下令，城里的老百姓不许出城，一个人也不可以出城，出城即为通匪。他是要把老百姓拿过来当盾牌、当赌注。我赌你共军不敢强攻，你强攻开炮，你要是炸死老百姓，将来的话算你个战犯。所以共军围着不让人出来，国军守着不让人出去，这是第1阶段。很快林彪一看这不行啊，这他妈的他拿着机场不行。林彪集中优势兵力把大参坊机场占领了，郑洞国就傻逼了，没机场了。我操，不到1个月啊，粮食吃完了。国军手里的粮食不多了，因为没有机场了，傻逼了，怎么办呢？郑洞国
成立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这就是国民党干那个鸡巴事儿，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带口粮，最多允许你存3个月，多出来一律没收，军队替你管着。一旦查获，不但没收，你私藏的话还要治罪严惩。城市里边很快就出现粮荒了，开始国军飞机投降落伞，老百姓还能捡走点，士兵也不是很认真的追。后来粮食不多了之后，哪个老百姓捡？国军士兵真的开枪。6月28号，不到2个月，长春出现了饥民，真没饭吃了。但这时候还没吃人呢。晚春初夏，长春第一批饥民围攻国军粮库，冲破了国军守卫，抢走了粮食。国军当场开枪，打死了10多个人。郑东国一看不行，给蒋介石发电报说坏了，妈的，有可能挺不住了，我没粮食了，老百姓已经挨饿了，怎么办？刚才是你妈林彪说我他妈要围死他，毛泽东回电，此计甚妙。哎呀，果然没粮食了。老蒋回电，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是蒋介石的原电。你说蒋介石是人吗？发这个电文的意思你当然知道了。郑洞国拿到中央指示之后，立刻成立搜粮队，10万国军挨家挨户破门而入搜粮。原来不是说可以存3个月吗？现在把你裤衩里藏的粮食都给你翻出来，不许老百姓留一粒粮食，由政府统一分配。不到7天，长春就开始饿死人了。郑洞国这个狗操的呀，我操，人还会饿死吗？那怎么办？又开始鼓励人出城。哎，你看郑洞国5月1号说不许出城，到7月1号之后开始饿死人。郑洞国啊，治大国如翻烙饼，没粮食了，就说不但允许出城，还鼓励出城。结果呢，饥民就成群结队的往外跑。开始共产党这边真没太当回事儿，就跑出去了不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如果未来再遇到这种情况，反应一定要快呀。第一批跑出去就跑出去了，因为解放军这边守战壕的战士啊，也是老百姓的农民子弟嘛。一看，哎呀，饿成这个样子了，拉家带口的战士就你快走吧，快走吧，人之常情嘛。结果让林彪知道了，立即开会下令再放走1个老百姓，军法从事，枪毙。因为这个事儿还真枪毙了一个战士，好像是个连长。他这一枪毙，我操，不敢放了。军令如山。到了8月份，大量的人开始饿死。郑洞国在这个时候又出昏招。7月1号到8月1号鼓励出城啊，这1个月。8月1号以后啊，郑洞国叫驱赶出城，跟他不熟的，不是家属的，没有关系的，没有钱的，一共60万人，他驱赶20万低端人口出城。他的计划就是省下20万人粮食啊！我操，20万人呢，一天吃多少？撵出去，成群结队。你们想想，要排成一排的话，多大的一群人啊！被国军撵出城门去了。共军这边下了死命令不让，那这20万人怎么办呢？这老百姓成群结队的从城东跑到城西，从他妈城南跑到城北。共产党这个军队叫卡子，围着这个卡子打圈。你们能想象那有多可怕？一粒粮食都没有的20万人群往外涌，解放军往里赶，老百姓一排一排的给解放军下跪，解放军的战士在铁丝网这边给老百姓下跪，双方互相磕头。他想磕头出去，他磕头，你千万别给我磕头，我给你磕头，你过来我就开枪。小战士也给老百姓下跪，我们有命令不能放出去，我也没办法，我放你出去我就会被枪毙，你给我跪我给你跪。硬闯真开枪，往回跑国军也真开枪。所以这20万人就被困在了中间这个城墙外边铁丝网里边的这1-2公里的开阔地上，拉家带口，还有带孩子的妇女。血红血白有真实的记载，就是有的女人啊，妈妈嘛，死之前把孩子往解放军铁丝网那边一扔，当着解放军的面找个树上吊。那解放军战士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把这些小婴儿带走。一排一排的老百姓自杀。国军在那边城头上也架着枪啊，你回去我就开枪。中间地带就是这边不让出，那边不让回，多少人死的没有数据啊。有人说是死了8万，
有人说是死了10万，有人说是死了20万，好多都是自杀的。两军阵前堆积了大批的平民尸体。1948年10月24号，战争结束之后，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长春国军防守经过》。这篇报道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就是共军啊，从6月末到10月初的4个月中，前后堆积的男女老幼尸骨不下15万具。哪儿来的呀？你郑洞国撵出来的呀？怎么死的？林彪不让出啊。2009年啊，一位在长春市濮阳街居住的叫沙秀杰的老太太，她那个时候76岁，她写了一本4万字的回忆录。她在去世之前，她一定要留下这个记忆。沙秀杰老人写了一本亲历的回忆录，说当时我们长春没有一家人没有饿死人，家家饿死人。路边倒下的人开始还是有人埋的，后来埋不过来，根本没人管。一开始一张大饼可以换一个金镯子，后来一张大饼就可以换一个大姑娘。到了10月初，郑洞国派2个师抢机场突围，结果根本没戏，共军给他围得铁桶一样。10月14号，转折出现，锦州，我说的那3大战那个锦州硬仗失守，林彪攻克锦州，守军被全歼，锦州一丢了，说明什么？瓮中捉鳖，长春必死无疑，没有援军能来了。所以东北剿总副司令锦州的城防主帅叫范汉杰被俘。哎呀，郑洞国在长春干这些事儿，本来是寄希望锦州来救援自己的，结果锦州自己先他妈被俘了。长春军心动摇，60军不是国军，是云南兵，叫滇军，都是云南人，军长叫曾泽生。本来云南人就不想到东北打仗，一看回家无望，就背着郑洞国的联系共产党，联系他的对手，对面那个军长叫萧劲光。曾泽生就联系萧劲光，我想投降，算我起义行不？萧劲光开始还不知有诈，因为云南兵很能打，悍不畏死，就怕他妈逼的别是假投降啊！我们一上当，他们冲出来，我们就完蛋了。最后看曾泽生的表情不像假的，就双方开始勾兑。那曾泽生呢，就偷偷的就签好合同了。1948年10月17号，你看10月14号锦州丢了，10月17号凌晨1点，曾泽生正式叫起义，其实投降了。临走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也没废话，就是大哥，兄弟不陪你玩了，我60军也玩不起了，投共了啊，先走一步。为什么？不怪我，60军的兄弟们都是我从云南带出来的，我得给他们带回去，不能死在这个他乡。我们也没有援兵，也没有退路，那你告诉我怎么打这仗啊？所以你别怪我，我走了。我也劝你一句，郑司令，你也投降了吧。走了。那当时长春只有2个军啊，一个60军，一个新七军。新七军中央军，那是长春如果是个圆的话，它中间叫中央大街，今天长春叫人民大街，中央大街为界。城东啊归云南兵管，城西呢归中央军管。完了，城东就归共产党了，半个长春没了，你怎么守？那没法守了，这城里边又没工事，又没城墙，所以呢，新七军也他妈的就要投降。新七军毕竟嘛，都是跟着郑洞国混的，很熟啊，就劝郑洞国军长啊、师长啊都来劝他说：“咱们不行也起义了吧？”郑洞国不行，我们他妈的要尽忠啊！军长叫龙国军啊，一看郑洞国，你妈逼，我操，你装什么装？新七军军长龙国军没经郑洞国同意，他带着新七军也起义了。新七军是全套美式装备，巨能打。没办法了，打不过了，投降了。新七军、60军全完蛋了，全他妈投降了，整个长春城就全投降，只有一个郑洞国兵团总部，那能有几个人呢？1800人守在叫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非常结实，钢筋水泥做的。郑洞国在那里边，那是他的大本营，他不投降啊，他带着他的机关兵啊在那儿守着。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这个必须得投降了。但是呢，
你说就这么投降的话呢，我这岂不是很没面子啊？郑洞国自己干的不要脸的事，他跟共产党商量说这样，我对天开枪，绝不打你们。对不起，请你们也对天开枪，配合我一下。我呢给蒋介石发个电报，发完我就投降。10月20号晚11点，双方真的开始对天开枪了，谁也不打对方了。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这个不要逼脸的，他是跟共产党商量好投降之后，假装给蒋介石发诀别电啊，说啊什么啊不成功便成仁，于是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然后按着剧本，他的部下张司令就抱住了他，就抢下了他的手枪。直到今天，你在百度、你在谷歌，国共双方的证实都是郑洞国发完了诀别电，拔出手枪对准太阳穴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啊，弟兄们把他的手枪下了，他投降了，啊，举白旗了。其实，哈哈，这都是套路，他妈都是剧本。这孙子开始就是对天开枪，开了1宿2宿了，这个枪，他要真想死。他妈对天开枪个鸡巴啊！这你也信？国共双方呢都得信。第一，共产党信，因为要给剩下的国民党将领起个好头，不能戳穿他，而且还要让他当部长、当政协委员。哎，这是郑洞国的下场。这90年代才死。国民党当然也得信了。国民党不能说哦，我们的将军他们太坏了，都商量好投降了，25载，假装对天开枪，还骗我们的总裁。国民党也说，当时要自杀，我操，这被下了枪啊！最后是没办法呀，力竭秦啊，才是新7军和一个60军整建制投共了。这10万大军一夜之间换帽徽、换军装，就变成解放军了。跟着解放军，跟着林彪去打傅作义的，就是这些军队，等于是此消彼长啊！他多了10万人，他少了10万人，而且这10万人是成建制的，没有损失的。老毛是高兴坏了，大加赞赏。哇，长春模式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弟兄们，好到他妈的把傅作义给吓坏了。傅作义手里有25万军队，为什么投降了？当时私底下跟身边人讲，我操，共产党打我，我不怕，我怕共产党围我。像长春这样一围，北京死的人那可比长春多3倍。因为当时北京有200万人，长春饿死30万，北京要饿死100万的话，我傅作义是历史罪人。傅作义呢就直接投降了。那当然北京老百姓是逃过一劫，要不然国共两党再在北京玩这么一出，北京人啊今天也他妈要死100万，正黄旗通天文的都没了。就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兵不血刃，但是从人伦天理上来说，这叫最可耻、最肮脏的现代战争。这是现代社会啊！林彪丧尽天良，在这一仗里边损尽阴德，所以他才有这样众叛亲离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摔死在温都尔汗，他的独生子也跟他一起死。他的亲女儿林豆豆就是那个出卖他的人。林豆豆这一生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什么人要相信损阴德，林彪这个阴德是损大了。当将军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人的正常，很多并不损阴德。为什么？因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它的规矩，叫行有行规，国有国法。战争有日内瓦公约，有战争原则。国共双方的军队在长春饿殍战中都是刑事犯罪，绝对的战争犯，要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无论是郑洞国还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还是林彪，因为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按照各种战争法，他们都是违法犯罪了。长春城内外的这帮人都是罪犯，按照法律上说都要追究他们的战犯责任。现在这些小粉红今儿跟日本弄，明儿跟台湾弄的时候呢，想没想过战争一旦打起来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尤其是在没有信仰没有爱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如果在和平时代能在柬埔寨和缅甸做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现在我肯定柬埔寨的生命产业园嘎腰子园跟中国共产党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大量中国人在里边打工，这些从业人员也是教友，因为他们可以翻墙。这2天也有人给我写信，就他在这里边的工作，我跟你讲，就是丧尽天良，没有底线。这是和平时期啊，而且这是有联合国的都能干出这事来。你想想，战端一起啊，战争没有法律，没有规则，因为是战争，所以一切都胡来了。
你们用屁股想想，小粉红，中国这些战火中的城市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底线在哪儿？我告诉你，嘎腰子的这个陈志、电诈的佘志江，这些产业园，这伙人啊，和军阀混战时代的那些军人是一类人。你们想过吗？看老王的历史频道之所以能够给你长真的知识，就是告诉你，今天在缅甸、在柬埔寨从事电诈的那些人，和战争时代参军、当了土匪或投了共打仗的那些人，彭德怀、贺龙、林彪，就是陈志、佘志江一类人。那个年代他们去井冈山，这个年代他们就去缅北 KK 园区，长得面相都一样。你看看他长得是不是一样？为什么？没有底线啊！为了突破自己的阶层阶级，为了往上爬，没有底线的。所谓的内战，我们中国内战打起来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会绝迹，再打还一样。动不动就是大洪水啊！我操，打这个灭这个，我操，天下大乱，好啊，好啊！你到时候别被弄成250万1斤的肉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和平，而且要提升整体民族的爱，消解恨，别他妈对同胞下那个死手。你看看他妈的跳那个大白舞，那个猖狂，像不像国共两军当时围攻长春的那个状态？好了，拜拜啊，再见，不聊了啊，再见。拜拜，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